据估计，每年有1100万人因饮食不良而过早死亡。饮食对健康至关重要，这是我从病人那里常听到的。寻求饮食建议感觉非常复杂。每天我们都听到一些新的研究告诉我们开始或停止吃某种特定的食物，但这里有个好消息，通过关注3种食物，我们就可以大大延长寿命，提高肌肉力量，并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总结，在视频结尾，我会展示一份对健康有益的食物清单。我们在饮食中优先考虑的第一类食物与降低死亡风险有3种不同的关联。这是我们的想法已经改变的事情，直到最近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吃多少这类食物。所以我谈论的食物是蛋白质，但我们需要了解很多东西才能以正确的方式摄入蛋白质，包括最好的来源以及我们应该远离的来源。那么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摄入多少蛋白质，我们的身体究竟需要什么。那么蛋白质的基准建议及建议的膳食摄入量仅为每公斤体重 0.8 克或每磅 0.36 克，但这只是基线，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数额。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吗？一些研究衰老的科学家，比如瓦尔特·龙格教授，认为最好保持低蛋白质水平，并且只在晚年增加蛋白质摄入量。研究表明，2014年探讨了饮食中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不同水平对健康的影响。老鼠研究显示，增加碳水化合物，减少蛋白质能延长寿命并改善健康。换句话说，随着蛋白质摄入量的减少，寿命增加。事实上，饮食中仅含 5% 蛋白质的老鼠寿命最长。因此，将其与每天每公斤 0.8 克蛋白质的最低建议量进行比较，这会为你提供大约 10% 的热量来自蛋白质。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科学家认为延长寿命的效果是由于一种叫做 MER 的酶。当我们打开 MER 时，我们会增加细胞生长活动，这有助于我们锻炼肌肉。食用蛋白质，尤其是富含氨基酸亮氨酸的蛋白质，可以强力激活 INTR。因此，从理论上讲，低蛋白饮食可以降低免疫活性，减少细胞生长，从而延长寿命。另外，一种名为雷帕霉素的药物也能降低 MER 活性，使雄性小鼠的寿命延长 23%， 雌性小鼠的寿命延长 26%。因此，一些人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教训是，低蛋白饮食可能不会刺激 MER 活动，从而延长寿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采用低蛋白饮食？好吧，如果你是一只老鼠，也许如此，但我们是人类。人体研究是否也表明低蛋白饮食对我们有益？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我们所研究的研究类型，并且不要过度解读相关性。例如，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人们摄入更多蛋白质，总体死亡率下降，这与小鼠研究表明的结果相反。但这只是一项观察性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关性。如果我们止步于此，我们就会遇到问题并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仅仅因为有机食品的销量在上升，而自闭症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并不意味着有机食品会导致自闭症。相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随机临床试验，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有效分离特定因素并准确衡量其影响。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蛋白饮食是一个好主意。事实上，它与降低死亡风险有3种关联。第一个与减肥有关。高蛋白饮食，其中每日至少 20% 的热量来自蛋白质，被推荐用于治疗肥胖症，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感觉更饱，并刺激身体燃烧更多热量。高蛋白饮食也能帮助减肥者保持体重，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肥胖与许多健康风险之间存在联系。英国的一项队列研究对参与者进行了数十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肥胖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与体重指数健康的人相比，体重超重最严重的人研究期间的死亡风险高出 93%。因此，高蛋白饮食有助于我们减肥并保持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风险。但还有第2个原因，高蛋白饮食对我们有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肌肉力量的下降，总死亡率会增加。平均而言，从4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力量每年会损失约 1%。为了防止肌肉流失，我们应在年轻时增强肌肉力量，中年时保持，并尽量减少老年时的流失。我们从多种证据中得知，随着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加，运动反应也会增强。
随着蛋白质摄入增加，在相同运动量下可获得更多肌肉，但有一定限制。最佳蛋白质摄入量是多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益处。2018年的一项大规模荟萃分析，结合了18项独立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随着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加，运动训练的反应也会增强，直至蛋白质摄入量达到 1.6 克。因此，高于该水平的蛋白质摄入量似乎不会为肌肉表现带来任何进一步的好处。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该指南是基于受体重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确定理想的蛋白质摄入量，只需将您的身高厘米乘以约 0.75 即可。现在，这是一种高蛋白质摄入，例如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仅为 25%， 因此您每天需要吃半公斤多一点的牛肉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现在，我并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做，我只是用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蛋白质摄入量实际上有多高。我稍后会谈论最好的蛋白质来源，但首先让我们看看蛋白质摄入与降低死亡风险的最后一种关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摄入更多蛋白质时，总体死亡率会下降，但这种效果对植物蛋白的影响最为明显。提到植物蛋白，让我们想到了蛋白质摄入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饮食应该以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为目标？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是它们的亮氨酸含量。亮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对于肌肉蛋白质的形成非常重要。在运动中，它是影响蛋白质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肌肉的形成和保持。动物蛋白通常富含亮氨酸，由于这些蛋白质含有更多的赖氨酸，与植物蛋白相比，我们通常需要更少的量来获得足够的赖氨酸。但动物蛋白中也可能含有我们不一定想要的物质，像饱和脂肪。这就是我个人尽可能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来源的原因之一。它可以帮助我避免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但它帮助我避免的不仅仅是这些。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也帮助我加入了第二种强效抗死亡食物。所以请记住我们刚刚研究过的结果，高蛋白饮食的保护作用在植物性蛋白质中表现最强。但在检查证据后，作者得出结论，这并不是因为食用植物性蛋白质的人脂肪摄入较少，相反，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部分答案与纤维有关。纤维是植物中人体无法消化的部分，它似乎对从调节食欲到肠道健康的许多方面都有有益的影响。我们有多个证据表明，高纤维饮食可以降低许多严重的健康风险。例如，《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项大规模荟萃分析表明，增加纤维摄入量可使因各种原因，包括心脏病和中风，死亡的风险降低 15% 至 30%。增加纤维摄入量也有助于减肥。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多吃14克纤维可以有效减少 10% 的卡路里摄入量，而且从现有数据来看，一个人每天吃的纤维越多，获得的健康好处就越明显。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虽然纤维通常很好，但过量摄入纤维可能会导致便秘或腹胀等消化问题，因此倾听身体的声音并进一步丰富这一讨论非常重要。不同人群对饮食的需求不同，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可能需要低纤维饮食，而一般人群则应增加高纤维饮食的摄入，因为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纤维摄入量普遍不足。平均而言，我们需要将纤维摄入量增加约 50% 才能达到推荐的水平。男性每天30至35克，女性每天25至30克。那么，我们可以吃哪些类型的食物来增加纤维摄入量呢？好吧，我马上就会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对我们的健康风险有强大积极影响的第3种食物。然后我会在视频的结尾将这3种食物放在一起。我所谈论的第3类食物与血压有着令人惊讶的联系，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但高血压却极其危险。它是导致心脏病、世界头号杀手和中风的一个关键风险因素。事实证明，钾这种必需营养素对我们的血压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将研究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确定为我们的健康提供这种关键成分的最佳食物。荟萃分析检查了2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增加钾的摄入量可以使收缩压平均降低约 3.49 个单位。收缩压是您测量血压时看到的较高数字。当钾摄入量达到每日3500至4700毫克时，会发生什么？
血压降低了惊人的7个单位。但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降低血压7个单位对健康结果有多大影响？血压和心血管风险研究的系统分析揭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数据。临床研究表明，血压仅降低10个单位，即可使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22%，患中风的风险降低41%。那么我们需要多少钾呢？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至少3500毫克的钾。然而，对于那些试图预防或治疗高血压的人来说，美国心脏协会建议的目标摄入量更高，约为5000毫克。现在，根据最近的研究，实际上很少有人达到这些推荐的水平。我们需要增加富含钾的食物的摄入量。我甚至将它添加到微量维生素中，因为它对血压有强大的作用，并确保我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微量维生素还包括镁，它与钾有着有趣的关系。缺乏镁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通过尿液排出钾，使我们更难维持适当的钾水平。即使我们摄入了足够的营养，但仅仅因为我服用补充剂，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样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些研究挑选出3类食物，因为它们有可能降低我们早逝的风险。我们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纤维和钾的食物。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将这3者结合起来，因此这里有一些最好的特定食物供您选择。每100克煮熟的扁豆大约含有18克丰富的蛋白质、731毫克的钾和15.6克的纤维。100克煮熟的鹰嘴豆含有15克蛋白质，每杯含474毫克钾和12.5克纤维。其他包含这3个盒子的食物包括黑豆、板前、藜麦、秋芽甘蓝、鳄梨、香蕉、坚果、乳酪子。我非常喜欢将乳酪子与一些高蛋白、低糖和低脂酸奶混合。优先考虑具有这3个关键属性的食物。摄入大量蛋白质、纤维和钾对健康影响巨大。但我们可以通过关注更多的事情来扩大这些结果。因此，请务必观看此处的下一个视频，以更全面地了解最佳饮食是什么样的，包括研究对脂肪的真实看法。